当地时间周三，有加拿大原住民部落证实，在原住民学校旧址发现了182具遗骸。这是5月以来加拿大第3次在寄宿学校旧址发现原住民的无名墓穴，遗骸总数已经超过1000具。此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声称已经要求天主教会为此道歉，不过他明显是在转移焦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五就敦促加方拿出更大的劲头，对原住民遭受虐待歧视问题彻查真相，追究责任，进行补偿。当地时间周三，加拿大夏库特内班德原住民部落证实，他们通过探地雷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克兰布鲁克市的圣尤金教会寄宿学校旧址上发现182具埋葬在无标记墓穴中的人类遗骸。有部落人士透露，估计这些死者来自邻近的原住民社区，而埋葬遗骸的墓穴都很浅，深度只有1米左右，足见埋葬时的仓促。相关资料显示，发现遗骸的圣尤金教会学校在1910年到1970年间作为寄宿学校，自始至终都由加联邦政府负责资助，并交给不同的天主教会管理，累计接收过数千名原住民儿童。根据加拿大环球新闻网的报道，按照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历史和对话中心的说法，圣尤金教会学校的管理一贯混乱，条件恶劣，卫生状况令人发指，经常爆发腮腺炎、麻疹、水痘、肺结核等流行病。部落内的家长长期以来控诉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残酷，有时甚至危及生命的虐待。外界注意到，这是继5月以来第3次类似的发现。早前，加拿大原住民分别在2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上发现215具遗骸和751座无名坟墓。对此，加拿大原住民组织第一民族大会全国酋长贝勒加德表示，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们此前就反复说起，寄宿学校里存在着故意不标记死者身份的原住民儿童乱葬坑，但根本无人理睬。最新发现进一步证实他们所言非虚。这位酋长呼吁对全国139个寄宿学校遗址展开全面适当调查。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讲师武文阳对深圳卫视表示，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早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中就用事实揭露了加拿大长期存在的人权问题。那么这个报告有500多页，我觉得看了这个报告的读者呢，都会觉得非常心痛啊，因为里面有包括采访了6000多位证人的证词，还有相关的图片，还有儿童死亡率的这个曲线图啊，看完可以说是非常震惊的。那么这个报告对这个事件的定性就是文化种族灭绝。报告本身也说了啊，说这个加拿大一直标榜自己是这种民主自由的这种堡垒是人权的堡垒，但是它有这么高的儿童死亡率，而且这个历史这么长时间不为人所知所以还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加拿大于1876年颁布印第安法，该法案可谓是各种对原住民进行同化和限制手段的集大成者。观察指，从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超过15万名加拿大原住民儿童被迫进入加政府资助的寄宿学校，美其名曰是要他们融入加社会，但加拿大印第安法分明就是把原本殖民者和教会分散进行的对原住民的迫害上升成国家行为，其本质就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原住民进行系统性限制、同化，并促使原住民最终消亡。那么我觉得加拿大确实应该正视自己国家的这个问题尤其是系统性的这种种族歧视的问题。而且我们也知道，加拿大其实也是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缔约国。那这个公约的委员会在审议加拿大的这个缔约国报告的时候，也给出了相关的结论性意见。那么他就明确提出加拿大你要解决有关种族歧视的相关问题，包括比如说侵害土著人、妇女、儿童的权利。那么委员会指出呢，这个加拿大并没有权利的执行这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的这个相关的建议。原住民儿童遗骸接连被发现，激起加拿大国内普遍不满情绪。周四，加拿大日当天，大批抗议者来到马尼托巴议会大楼前，将草坪上一尊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推倒，还将红色油漆手印印满了雕像底座。随后，另一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雕像也被推倒。在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大批民众穿上象征反对原住民寄宿学
学校制度的橙色衣服，加拿大多个地区也都有悼念死者的活动举行。对于是否庆祝加拿大日的争议，加总统特鲁多称，他承诺要尽其所能努力让加拿大变得更好，同时会尊重和倾听不同意见。实际上，在原住民遗骸陆续被发现的过程中，特鲁多的表态备受质疑。此前他声称，加拿大原住民至今仍面临系统性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自己感到非常难过，并向原住民道歉。不过，他的道歉是为天主教会在管理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时扮演的角色而进行道歉，把矛头指向天主教会，明显是转移焦点。因为几乎所有寄宿学校都是由加拿大政府建立和资助的。周五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无名墓葬和遗骸，令人震惊和心碎。他强调，加拿大应对全国139个寄宿学校遗址展开调查，历史的罪恶不容遗忘，而现实中加拿大原住民遭受的不公和歧视还在继续。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周刊登的一篇报道中，加拿大原住民医生马克·吉斯就指出，原住民患者遭受了加拿大医疗体系的长期忽视和种族歧视，导致了更多的健康问题和不必要的死亡。这种虐待方式与加拿大长期对原住民进行系统性压迫的悠久历史是一致的。长期以来，加方对本国原住民遭受迫害的事实和真相敷衍塞责，却对别国指手画脚。我们敦促加方揽镜自照，拿出更大的镜头，对原住民遭受虐待歧视问题彻查真相，追究责任，进行补偿，彻底纠正原住民遭受压迫的不公正现象。好，新闻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继5月和6月之后，本周三，加拿大方面再度在圣尤金教会寄宿学校旧址上发现了182具埋葬在无标记墓葬中的人类遗骸。那对此您作何解读？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以美国、加拿大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文明与文化上充满了优越感，而天主教会是西方人心目中传扬爱与善以及拯救灵魂的地方，学校则是传承人类文明的地方。因此无论如何都无法让人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而这件事情也就提醒我们，当前以人权主事业自居的西方国家，自己也曾经有着极为不光彩的侵犯人权历史。他们今天的文明成就，实际上是在系统性的摧毁另外一个文明，也就是印第安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以美国、加拿大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北美这块土地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能掩盖他们过去的恶行，不能说明他们现在发展好了，过去所做的事情就是对的。那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强烈要求国际人权组织对加拿大国内儿童遗骸一事进行彻查，您又怎么看？我们知道，以美国、加拿大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动挑起的对华新冷战，根源虽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但是主战场却是在人权问题上。他们在新疆、西藏、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诸多其他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拿起的工具都是所谓的侵犯人权。而且由于他们自认为自己就是天赋人权的发现者与捍卫者，自以为掌握了所谓的道义上的制高点，再加上掌握了国际舆论与话语的主导权，所以以美国、加拿大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战场上对中国采取的是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态势，而中国则处于了相对的守势地位。然而这一次，加拿大国内接二连三发现了大量无名遗骸事件，无疑是给了中国一个在人权战场上对以美国、加拿大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反守为攻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6月22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方非常强势地要求彻查加拿大历史上原住民被残害案件，并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美国与加拿大也是联合其西方盟友
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打群架的。中方这次也是联合了过去曾经在人权问题上饱受西方指责的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家，进行了集体式的反击。那您认为中方在人权问题上对加拿大展开的反击行动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呢？从当前的情势来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一个是主动向加拿大原住民面临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做出了道歉；二是取消了加拿大国庆日的相关庆祝活动；三是除了早已成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和解委员会之外，还表示不排除会对这件事情展开刑事调查。那么除此之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呼吁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本人亲自到加拿大，向加拿大的原住民来道歉。而方济各则表示，对于加拿大天主教学校内发现大量无名遗骸这件事情感到痛苦，并呼吁尊重土著人的权利和文化。我认为很显然，加拿大与天主教都有主动进行危机公关这么一种意识在里面，而这显然是跟中国方面施加的道义与外交压力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个也就说明，中国对这件事情的监督是有利于促进加拿大国内的人权事业发展与进步的。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